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？我是开广告公司的，经常是给各个企业做开业庆典，招聘一些礼仪小姐做兼职。但是呢，她呢也是在学校，完了呢上我们去应聘去了一个机会。一站台呢，我感觉非常她亲切，因为她有点长相非常像我一个表妹。第二次呢，我们又搞礼仪庆典，我这下边执行经理啊跟她吵吵起来了。我说呀，你跟那小女孩吵什么呀？她说啊。你看，咱们是8点55给人开业庆典，他正好9点10分来了，我准备给他扣他100块钱。我说小姑娘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来晚了？啊，她说我给我妈过生日买点东西，完了就来晚了。我看这小姑娘挺孝心，回头跟经理说，我说李经理，你跟小姑娘你白扣工资了，反正再给她100块钱吧。小姑娘出来也不容易。当时我觉得她人很好，最开始的时候没有往这方面想。谁追谁的吧？莫名其妙就在一起了。谈了几年恋爱了？1年多。你说的这个结果是指什么？结婚。现在我觉得时机才不太成熟，因为最近这4、5个月，他呢就是非常暴躁，而且他天天呢打电话，你知道吧，骚扰我，一天可以打50回。为什么现在管他管得这么紧呢？因为我和他在一起特别没有安全感，他经常深更半夜才回来，然后浑身带着酒气，还有香水味。我问他你在哪儿，他说我陪客户，然后经常和别的那些小礼仪啊发些暧昧短信。那什么，这不开玩笑吗？你干嘛和他们拍的暧昧照片啊？那什么暧昧照片？你不就看2张照片吗？喂，你说说那个照片有多暧昧？搂着那个女的的肩膀，唰这样子拍的。原先你为啥不做这细节呢？原先我还不知道你出轨呢。我出什么轨呀？我多大岁数了？我有的你这个别跟我说你前段婚姻不是因为出轨而离了，有过前科的人，所以说我每天都担心害怕的。你是不是又会重蹈覆辙？前科过去事就让过去，世界都是重来的，是吧？事情也是重来的，对不对？我非常呵护你，你不知道吗？你不会做饭，我每天都在给他做饭。你现在还想跟他结婚吗，姑娘？因为他对我确实挺爱护的，平时也很宠我，包容我的小任性。有一次我凌晨1点回来，然后我跟他打电话，他当时已经睡了，但是他还是开了1个多小时的车来接我。我当时觉得好感动，他为了我一句话能做到这么多。老孙真不错，人家想嫁给你，你是个什么态度呢？主持人，你知道吧？他现在跟我结婚是有条件的，为啥我现在不答应他呢？你知道吧？我来北京这几年了，我在天通苑买了一户房子，80多平，还有一台车。他好，你要跟我结婚，必须房子和车必须跟他过户。他要房子和车是吧？我没答应他。大伙儿也看了，我现在都40多岁人了，是吧？他才20多岁。假如是结婚了，过4、5年，他出家变心了，胡家有个30来岁小伙来追求他，我那前都50来岁了，他花家跟我离婚了，我辛辛苦苦一宿回到解放前了，我1分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不能为我自己考虑吗？我又不是图你钱才和你在一起的。对呀，你不是图你钱，但是你现在为什么要车要房呢？他有个10多岁的儿子，然后过了几年之后，他儿子也该谈婚论嫁了。要是你那个时候突然之间觉得对我厌烦了，一个离婚，那我什么都没有了吗？俺俩的焦点，他就现在这非得把我的车房全部过户给他。这是我最不能忍。我没说过户，我说要写上我的名字。说实在呀，这小姑娘原先她不提钱呢，现在可除了钱，要不就你俩回来这么晚了啊，身上有香水味啊，新年全这个。得了，我就只是想让房子上写上我的名字，这个很正常吧？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那以前也没提过呀。我觉得要求不过分。然后我跟他说，我妈说要么我们快点结婚，要么我去相亲。我以为他会很高兴听到这件事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事儿坏是坏在你妈上，你知道吗？你当时吓得直接从椅子上跳下来了。相亲去了吗？没有，我爱他，所以说我拒绝我妈了。能娶她吗？娶她是可以娶她，但是房子和车过户我不办。你回答我是说，后来你发现他跟很多女孩子暧昧是吗？他的暧昧从来没有断过，他身上有香水味，有口红印，他都说这是因为工作。身上什么时候有口红印了？我也不是那么傻的人嘛，再说口红印不要夸张啊！老师这话说得好啊！哎呀，大家也看了，他这是无中生有，知道吗？不，我没这。来，高低我在跟他说话呢啊！来，那个经常都有香水味是吧？经常有。还觉得他体贴你吗？我觉得他变了。不是我变了，明白不？原先你心可不是这样的。你以前说会宠我、包容我的任性、爱护我，绝对不和完美的女人搞暧昧。你还说很快结婚，然后你去做个全职家庭太太，什么都不用担心。这个结婚的要求是为了拴住他，还是觉得你觉得要结婚呢？
两者都有，因为没有安全感的。结了婚就会有安全感吗？如果结了婚还是有这些事儿怎么办呢，姑娘？我以为结了婚之后他就不会那个。糊涂！你跟他谈恋爱的时候，你不是也认为没有？不是现在还有吗？拿到房子和车真有用吗？就是保障吗？同样问你，40多岁也算阅人无数吧？社会上的风浪也见过吧？你心里有他吗？非常有。一个这么爱你的女人，她说你把房子写到我的名字底下，你把车子也写到我的名字底下，怎么就不行呢？计划没有变化快，怕谁变？他在变化。好，如果俺俩结婚4、5年，他变化现在其实问题就在这儿了。主持人，你看我现在你的感情里面物质占多少啊？比你小26岁，一心一意的跟你好。现在他说我要嫁给你，老孙能不能在房子上面联合写上我的名字？为什么这件事儿都不能答应呢？你是后悔失去他这个人，还是失去了你的房子？如果你真的那么爱他的话，他为什么会变心？你相信你们俩的感情吗？你相信你们俩的感情吗？我要不相信我俩的感情，我俩现在也不能走到这样。你再说一遍，你相信你们俩的感情吗？相信，当然相信了。我已经无语了，你们跟他说吧。来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下面我们这些姐姐们都说气死了。闺女，如果我是你妈，我就坚决不让你嫁给他。主持人，实际你不要这么说。我跟你说，一定好，宁拆10株苗，不拆1群人。你记住这句话吗？对。所有朋友亲戚都不同意。但是我就觉得呢，就是这个男同志哈，他心里面的私心太重了。我丝毫没有从他身上看出他多么爱这个女孩，老想着这个100多万的房子车，万一他不跟他好了，这又什么了？爱一个人是无私的，你都如果是爱，你生命都可以给他。但是我从你的那个只言片语里面，甚至那种对这个女孩这么凶狠的喊叫里面，看不到爱。孩子，咱不跟他了，咱去找个工作，咱去那个自强不息。我老公也比我大很多，你们俩上场这一系列的这个表现哈，让我十分的怀疑这段爱情。我就没有发现，在他们2个人有一些温柔的感觉，一点点都没有，所以我就不知道，如果他们真的要结婚，有什么互相的目的？我老公中文还是有问题，他这个目的说错了。不，陈老师，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准确。他说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们在台上一点温柔都没有，那你们结婚在一起，你们一点有意思吗？主持人明白对了。陈老师善良，朱伟先生其实看得特别准确，他这个词倒是用的真的挺好，可能我们都不习惯这么直接的去表述，但是他表述出来了。徐总，我要听听你的想法。你夫人不就是搞活动的时候你给人哈了到手的吗？还真是，但是其实我们也是相识没有马上开始，也过了一段时间，很偶然的机会又遇到了，然后感觉对，好像1年多以后再重逢是吧？对，但是我得解释一下，但我觉得没有经常跟所有的模特我都要这样吗？那个只出现一次，只发现一次吧？对，因为你说我哪有那么傻呀？你外国有3种心理，你又想吃嫩草了，但是不敢；你喜欢新草了，厌倦了旧草；最后你只想白吃，不想付出。史老师，你想错了，对不对？我的心里，俺俩虽然今天这样说这样，但是我在家非常呵护他，非常爱护他，知道吧？当一只老灰狼要去吃小羊羔的时候，他一定会有一定形式上的付出，但一定不是内心深处的付出。那只能我们解读为手段。我们不反对忘年恋，但是我们绝对反对交易。交易就不这样了，交易之后，那我现在我给他点钱，他就回家了，这就叫交易。你现在有优势是什么？你自己知道，只有那点钱，你还有什么呢？这么一个好姑娘，你不知道珍惜。女孩，我只跟你说一句话，因为你说到你是单亲家庭，我相信你一定想找一个非常能够照顾你、靠得住的男人。我想要个稳定的家庭，稳定安全的，包括你对他所说的这些条件，也都是追求一个安全感。但是孩子，你太嫩了，我觉得他唯一能够带给你的就是一个教训，就是告诉你知道什么叫爱情，什么人不能去跟他谈爱情。
你要首先要确认你是他的女朋友，而不是后面还有一个之一，懂吗？我会重新考虑。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去重新考虑，并且你感谢这个男人教给你一堂社会上的课。爱情应该怎么去做？用真心换真心。我对他付出了很多，我一直以为你不要提那些了，那些都是你的傻。现在你应该清醒了。你早在应该他跟别的女性有暧昧的那时候，你就应该已经跟他断然分手了。所以悬崖勒马，去真真正正的谈一场爱情。我说几个我看到的真相啊，一个不想负责任的男人，嫌麻烦的男人，想找一个不拖累自己的年轻女孩的男人。为什么找他？因为一单纯，二年轻，三要的不多。他是想跟你结婚了才会提出共有房子和车，之前他没有要什么奢侈品啊。真是那样的话，你 hold 不住，对不对？一开头我看这一点，也就是他不图我这，我不图那个。对呀，最近他就不这样了。你现在转多快？你现在人家真是一傻姑娘，你也就骗骗这样的傻姑娘，别的你也骗不了。人呢分为两类，一种是狼，一种是羊。但是狼和羊没关系，关键是狼不是狼，羊不是羊。现在还没准谁是狼，谁是羊。我不说老孙了，老孙太能说，我说不过了。我说某一类人，一个50岁左右的中年男人，他比你毛头小伙子多了什么呢？无非多了2样，一样是成熟，一样是财富。如果是真心实意的中年男人，他的成熟是一种包容、体贴和睿智。他的财富是生活品味的保证和能力的体现，但是对于虚情假意的老狐狸来说就不一样，他的成熟是老奸巨猾、老谋深算，他的财富是交换青春的筹码和勾引女孩的诱饵。其实刚才2位老师已经说得很明白了，说小杨不懂事儿，是吧？不懂得场面上的事儿，这不正是他这个年龄应该体现出来的稚嫩吗？如果一个女人有优于她的年龄以上的风月风尘，那说明这个女人是可怕的。所以说马丁说的不错，就这么傻的才会中计。老孙说小杨老是在乎她的财富，那我想请问，一个比你小26岁的女人，她如果说我只图你的人，不图你的财富，你信吗？这不正常吗？先图人再图财，这是很正常的。只图人那是太假，只图钱那说明这个人呢也过于现实。而且你说他图你的财富，反过来你也不是在图他的青春吗？如果把你的外衣一件一件的剥下来，把你的成熟剥下来，你的社会地位剥下来，你的财富剥下来，你还有勇气跟那些毛头小伙子共同去竞争吗？本来青春和财富之间交换没有什么问题，关键是在交换的过程当中留下点什么痕迹。这痕迹是什么？就是包容、欣赏和感恩。但问题是我从老孙身上看不到这一点，尤其是你前一段婚姻也是因为你的出轨而造成的。所以我在这儿只有一句警告：如果你要再这么执意为之，凭着2个臭钱儿和所谓的成熟去谈所谓的恋爱的话，总有一天等你爬1级楼梯都喘气儿的时候，你才会亲眼的发现，你用金钱交换来的女人要从别的男人那儿获取激情。还有你，不要说我们太世俗，你找一个近乎于像自己父亲一样的所谓的成功男人，很难让我们不理解为是不劳而获。你也别老说老孙他轻视你，他不相信你，他连自己的结发妻子都能够抛弃，何况是你？你从未跟他同甘共苦，你凭什么去分享别人和他的前妻所创造的劳动果实？没有那么笃定，就不要跨入忘年之恋；没有那么坚强，就不要老说我们在质疑你。想要嫁给一个成功的男人，是几乎所有女人的本能，但使自己心爱的男人变得更加成功，才是一个女人真正的本领。在我看来，你只有本能而没有本领，所以送你4个字：好自为之。听明白了哈？
听明白了。老孙反正一直都明白，只是揣着明白装糊涂。现在我请你们两个都非常冷静地想一想，很客观地说，他提出房子和车的要求看起来很物质，但是有错吗？错倒没错。所以这就是你的问题。你们现在的这个感情，我觉得就有点像交换了。你们的争吵，说句实话，让我们看到了你们现实生活里的一种状态。刚开始还挺好的，后面就……谁谈恋爱的时候刚开始是不好的呢？他的变化就是最近这几个月，知道吗？他凭什么变啊？可能听他跟谁变的呀？或者外围的同学我只这么说一句话吧，跟什么人学什么样，他变也是跟你学的。只想跟你说一句话，学会自尊。我说我挺自尊的。两位请回吧，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事儿。来，请回，请回，请回。请关门。来，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，看好他们吗？看好就赞成，不看好就反对。来，各位，请选择。现场有90%的观众朋友不太看好这段感情，还有10%的人选择了是赞成的，是谁呀？为什么？就是为民除害。因为我觉得男的很明显就是一色狼，想招惹一小姑娘，然后女的呢什么都不想干，觉得人还不错，暂时呢也还没有其他太好的，那我先就这个。啊，明白了，谢谢啊。你选择什么呀？我选的是让他们俩分手吧。谈恋爱了吗？谈了。男朋友比你大几岁？1岁。没找一个比你大很多的像那样的男人？没有。为什么？我不傻吧？你的意思说这姑娘很傻是吧？我想送她一句话，就是爱有多销魂就有多伤人，你要勇敢爱了就要勇敢分。这就是他们现在的这个，你都没听明白是吧？这是辛晓琪的一首歌啊，林忆莲的啊，林忆莲的，嗨，好了，我相信大家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，包括我们有这样的统计，这代表了我们对某一类事件的看法，不仅仅是针对于他们。人家的事儿还得自己去做判断，希望他们能警醒吧。来，一起数5个数，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面对镜头。跟他说点什么吧。咱俩处了2年多，我是真心喜欢你的。你也知道我付出了很多。我打断您一句话，只要你现在说房子车都写他的名字，可能还有机会。以前快说吧，老孙。以前我在有些人我不理性的话，说了很多暴躁的话，请你原谅我。我希望咱俩挽回咱俩这段的感情。没了。老孙，如果就你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去。老了会很可怜的。你有一个顺序弄错了。当年轻的女孩想跟你谈情的时候，你要跟她谈钱；到最后人家要跟你谈钱的时候，你又要跟别人谈情。我还记得上次张光北老师说那句话啊，人的这一辈子过的就是那么点真情实感。如果没有这么点真情实感，就没人味儿了。唉，我是真的，现在我就看得到。你在7老80的时候的样子，你不付出一点真心的话，你只有不回。回吧，谢谢你，请回去。做人呐，本本分分最好。